我刚断气就被阿奶换上一身红色嫁衣，她还想趁热把我卖给隔壁的二傻子，狠赚一笔。为了救我，母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娘，求求你给香香请个大夫吧。哼，滚开！还请大夫？你当家里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好吃懒做的小贱蹄子，偷东西偷到了自家头上，我薛家怎么就出了这么个不要脸的狼骨头？奶奶，大伯娘，姐姐不会偷东西的。小兔崽子一边去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？娘说的没错，我说这几年家里怎么老丢鸡蛋，原来是出了个家贼。大嫂无凭无据的，你这么说是想逼死香香啊？呀，二弟妹这话说的可扎心了。什么叫我逼死香香？青天白日的，咋的还不让人说句实话了？今天我家如意可是亲眼见到你家香香进了鸡窝，结果她一出来就丢了鸡蛋，不是她偷的还能是谁？娘，这鸡蛋可是宫中的，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二房的人偷吃了几百个鸡蛋。要我说，这个损失的让二房补上才行，不然以后其他人有样学样，家里还不乱了套。说的不错，二房吃了家里的鸡蛋，就该出这个钱。等老二回来，让他另交1两银子给家里。陈秋娘傻眼了，娘，1两银子都够买1000个鸡蛋了，我们连给香香请大夫的钱都没有，哪来的1两银子？哼，没钱好办啊，把这个赔钱货卖了，不就有钱了？娘活到这把岁数，吃过的份比咱吃过的米都多，做的决定自然是对的。听到这，一向软弱的陈秋娘一怒之下怒了一下。谁敢卖我女儿，我就拉着谁一起下地狱。二人被陈秋娘的气势吓了一跳，惜命的薛老太当即起身逃了出去。紧接着屋外便响起薛老太骂骂咧咧的声音：哼，你个丧良心的赔钱货，竟敢顶撞我！等老二回来，看我不叫他休了你！李招娣见薛老太溜了，还火上浇油，赶忙也逃了出去。陈秋娘看着昏迷不醒的女儿，眼泪直往下掉。女儿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是娘没用，连太夫都请不起。就在陈秋娘伤心欲绝时，耳边传来了薛香香虚弱的声音：娘，我没事。娘的香香，你总算醒过来了，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啊！香香，这几天避着点你奶奶，千万别惹她生气，省得挨打。娘，刚刚阿奶他们的话我都听见了，我没拿家里的鸡蛋，是薛如意她诬陷我。娘知道，娘的双双又怎么会偷家里的鸡蛋？肯定是他们弄错了。薛香香明白，陈秋娘这么说，就表示已经不打算追究了，但她却不打算咽下这口恶气。就在这时，薛家的几个男人陆续回到了家。娘，吃的呢？薛老太压根没想过陈秋娘居然还没做饭，当即怒骂：老两家的还不滚出来做饭！爷们在外面累死累活，回家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。老天爷这是诚心不想我们老薛家好啊，这才会娶个连饭都不做的懒婆娘进门。陈秋娘听到薛老太怒骂，当场白了脸，慌忙起身叮嘱薛香香：香香，你多躺会儿，娘等会儿给你送饭来。谁知薛香香起身拦住了她：娘，我跟你一起过去。你不能过去，你奶奶心情不好，你过去了她肯定又要打骂你。没事，娘，走吧。此时薛家一家人都挤在院里，大有一种三堂会审的架势。当看到陈秋娘出现后，薛老太当即怒骂：哼，还不赶紧滚去做饭，懒成这样，也就是我们老薛家厚道，换成别家早休了你。薛父闻言连连附和：就是干了一早上的活，都要饿死了。薛香香看到这一幕，只觉得十分可笑。这么多人却没有一个去做饭，只管在这里等陈秋娘去做，他们好吃现成的，还真把二房的人都当奴才了。薛香香当即引后附体哭道：娘不要走，要是奶奶趁你去厨房做饭时把我卖了咋办？娘别去，我怕。薛家众人被他的话吓了一跳，薛顺愤怒地看向薛老太：易安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香香是你孙女，卖了她，你就不怕村里人戳我们薛家的脊梁骨吗？薛老太刚才是顺嘴一说，倒没真想把孙女卖了。此时被薛顺一顶撞，不由恼羞成怒：哼，卖个赔钱货怎么了？这种好吃懒做的赔钱货，卖了还能给家里省口粮食，为了口吃的就敢偷家里鸡蛋，谁家敢养这种手脚不干净的小贱蹄子？不卖了他，还等着家里被他帮空吗？我看村里谁敢说道？才不是奶奶说的那样，偷鸡蛋的是薛如意，被我看见了，就把我狠狠推地上，想要灭口。奶奶怕治好我，暴露薛如意偷鸡蛋的丑事，所以不肯给钱请大夫，还想把我卖了换银子。李招娣大惊：你个不要脸贱蹄子，再胡说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！哼，你敢动我女儿试试？薛如意被吓得躲到了李招娣身后。我没有，薛香香，你胡说，明明是你偷家里的鸡蛋。哼，薛如意，你敢发誓吗？如果鸡蛋是你偷的，你就变成个歪嘴、斜眼塌鼻、秃顶驼背、脸上长斑、身上脱皮的丑八怪。不，我不要变成丑八怪。
你个小贱蹄子，自己怎么不敢发誓？我看你就是个黑了心肝的，自己手脚不干净就攀咬自家姐妹。发个誓怎么了？只有偷了鸡蛋心虚的人才不敢发誓，没做过自然不怕。我发誓，如果是我薛香香偷了家里的鸡蛋，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。薛如意，现在到你了。李招娣见状，立马使出泼妇蹬腿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什么人都敢往我们身上泼脏水呀！这是要逼我们家如意去死啊！大伯娘这话可扎心了，什么叫逼如意去死？青天白日的，咋的还不让人说句实话了？熟悉的话令李招娣微微一愣，然后接着好。我没脸活了啊！小辈都敢当众打长辈的脸了，这事要没有个说法，我就一头撞死在薛家大门口。哦，真的吗，大伯娘？要不你现在就开始表演吧，我还真想看看呢。你！紧接着，薛香香把目光看向薛如意。薛如意，你以为不承认就没人知道了？我告诉你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偷鸡蛋还差点害死我，总有一天会遭报应，变成奇丑无比的丑八怪。那个年代的人十分畏惧鬼神之说，薛如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我都说我不是故意要害你，我只是怕你说出去才推了你一把。鸡蛋是我从鸡窝偷的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要变丑八怪。薛家众人神色复杂，很显然，到底是谁拿了鸡蛋，他们心里都有数。薛香香，你装神弄鬼，存心冤枉我们家如意，你看看如意被你吓成什么样了？哼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大伯娘，薛如意这是做贼心虚，才会吓破了胆。香丫头，自己家人吃个把鸡蛋也算不得什么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，以后谁都不许提。就是我们家如意去鸡窝捡个蛋吃，怎么了？薛香香，你要这么针对她？大伯娘的意思，薛如意偷鸡蛋就不算偷吗？凭什么？就凭她有个读书人的哥哥，就可以随便偷东西？薛家人大惊。香丫头，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。方才薛如意冤枉我的时候，也没谁跟我说自家人吃个鸡蛋不算什么。就连我弟弟生病想吃口鸡蛋，我娘求了奶奶几次都求不来，怎么不说吃个鸡蛋不算什么？怎么这事儿换到薛如意身上就不算什么了？我想了想，你们不就是欺负我家少个读书人亲哥哥吗？众人脸色惨白，这件事要是传出去，那薛家2个读书人就完蛋了。薛老太大怒：你个搅屎棍，满嘴喷粪，在这里胡搅什么曲？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说完就要冲上去打人，却被薛老太伸手拦下。你给我住手！富贵在长身体，以后每天给他煮个鸡蛋。薛老太大惊：家里的鸡蛋那是要留着换钱给大海他们读书的，哪能随便吃？见薛香香脸色难看，薛老头如临大敌：给我闭嘴！家里还不差这一个鸡蛋！薛老太气得脸都绿了，却不敢再说话。见此，薛香香看向李招娣：我大伯娘说了，鸡蛋是宫中的，这么多年也不知道被偷吃了几百个，这个损失得让偷鸡蛋的人补上，不然以后大家有样学样，家里可就要乱了套了。闻言，薛老头点了点头：说得不错，让大房出100钱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爷爷，才100钱这么便宜，我奶奶可说了得赔1两银子呢，难道大伯家的钱更值钱？薛老头傻眼了，这个死老太婆行事也太不着调了，个把鸡蛋就敢要1两银子，难怪二房这次反抗的这么厉害。对上薛老头愤怒的目光，薛老太心虚的低下了头。那就让大房出1两银子，老大家的还不去拿1两银子出来？李招娣虽肉疼，但却不敢忤逆薛老头的话，同样心疼1两银子的薛府，愤怒地看向薛香香。没想到香丫头小小年纪如此厉害，就是不知道以后有没有人敢娶你。这就不劳大伯嫌吃萝卜淡操心了，说到底都是大伯娘榜样做得好，否则我哪能学到这么多？哦，对了，大伯娘还说没分家之前，大家赚回来的钱都是宫中的。如此说来，大伯娘拿出的这1两银子，等于还是家里的。薛福大怒：你个死丫头，什么意思？不就是如意吃了个鸡蛋，多大点事？我们大房钱也给了，是也认了，你还想怎地？薛顺攥着拳头挡在薛香香身前：大哥，有事说事，你吓唬小孩子干什么？大伯，这是不是我说的呀？当时大伯娘就是这么跟奶奶说的，然后奶奶就要把我卖了抵鸡蛋钱。薛老头大惊：那是你奶奶气头上的糊涂话，你不必放在心上，这种话以后莫要说了。可我大伯娘说，我奶奶活到这把岁数，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米还多，做的决定肯定是对的。爷爷，难道我奶奶糊涂，大伯娘也糊涂了吗？薛如意被吓坏了：不要卖了我！那1两银子给老二，香丫头破了头，回头让老二请个大夫来看看，别留下什么毛病。薛老太大惊，一把从李招娣手里夺过银子，连块皮都没磕破，就要1两银子请大夫，是他比别人金贵还是怎么的？村里哪家孩子没磕过10次8次？你问问谁家请过大夫？薛老头也不想给这钱，试探性地看向薛香香：这些年二房的人都被拘在家里做脏活重活，但凡跟银钱沾边的事根本接触不到，所以想要分家单过，这1两银子我必须拿到手。想到这，薛香香的眼神再次冷冽下来。
薛老头见状，心中一惊，让你拿给老二你就给，哪来那么多事？薛老太怒上心头，竟把手里的银子狠狠朝薛香香砸了过去。好在薛顺抬手挡下，银子也滚到了地上。哟，二弟有志气啊，有银子都不要。岂料薛香香快速上前，捡起银子就塞给薛顺。大伯真会开玩笑，我们人穷志短，哪像大伯拿个1两银子就像便秘一样简单。见说不过侄女，薛顺立马转移枪头。娘，到底啥时候吃饭？谁家里男人干活累得半死，回家还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？果不其然，薛老太当即朝陈秋娘怒吼：老二家的还不去做饭，丧良心的赔钱货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偷奸耍滑，要是耽误了大家干活，看老娘不扒了你的皮！陈秋娘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就要往厨房走，却被薛香香一把拉住。娘别去，大伯娘和三伯娘又不是残废，难道就仗着家里有读书人就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只顾着欺负别人吗？薛老头大惊，老大家的还不去做饭？闻言，李招娣只好不情不愿地跑去做饭。薛老头明白，除非薛家真的不顾名声，不怕影响2个读书人，否则二房以后怕是没那么好拿捏了。香丫头，你年纪不小了，要知道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。你四叔和你堂哥要是读书出息了，沾光的可是我们整个薛家。薛香香微微一笑，爷爷放心，我们一家人都是老实人，说不来假话。饭桌上，陈秋娘本想把自己那份留给割猪草还没回来的儿子薛富贵，谁知薛光吃完自己那份后，竟毫不犹豫抓起了陈秋娘和薛富贵那份。舔这个屁脸，让别人给你家孩子省口粮。王春桃顿时老脸一红，他刚才没想那么多，只想着挑起薛老太出头，倒忘了今时不比往日，薛香香已经变厉害了。老二，你们家怎么回事？就为了口吃的，闹得全家吃饭都不得自在。薛顺的脸色十分难看，明明是大房三房抢他妻儿的吃食，怎么到了薛老太嘴里就变成他们二房的错？他虽然没本事，但也绝不会开口让妻儿把口粮让给别人。见薛顺不说话，薛老太当即大怒：老二，你现在翅膀硬了，我叫不动你了是吧？眼见薛顺要吃亏，薛香香灵机一动：爹没事，不就是2个包子吗？既然薛光要吃，我让给他就是。见薛香香把手里的包子给薛光，王春桃心里别提多得意了。小丫头片子，你嘴巴再厉害又如何？还不是得乖乖听话。谁知下一秒，薛香香直接来到长辈桌前开始扫荡，随后将战利品递给陈秋娘。娘，你和富贵还在长身体，得多吃点。反应过来的薛老太当即怒骂：要死了！谁让你个赔钱货到这边来抢口粮的？下桌吃到上桌，你这是要翻天了你！
富贵不怕，姐姐在这呢。薛香香哄着薛富贵，随后把询问的目光看向陌生男子。男子见状，又往后退了几步。他刚才一脚踩空，差点从山上滚下来，我刚好在边上，这才顺手拉住他。还有，这是他割的猪草，都在这里。薛香香看着男子有些奇怪，说话就说话，为什么要退开那么远？见薛香香不说话，男子便将手里的一只野鸡放在地上。他受到了惊吓，这只野鸡给他熬汤喝，压压惊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。薛香香懵了，你等一下，还有什么事？男子的语气瞬间冰冷下来，吓得薛香香不自觉后退了几步，这让男子的表情愈加难看。薛香香立马反应过来自己的行为有些失礼，连忙道：没事没事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谢谢你救了富贵，这只野鸡我们不能要。男子冷笑，这种口不对心的人，他这几年见多了。紧接着把手里的另一只野鸡也丢在地上。我叫林白，再加上这只野鸡，够了吗？薛香香先是一愣，随后恍然大悟。林白，这不就是村里林大山的儿子吗？据说他命里带煞，不仅克死了生母，还差点克死父亲和继母肚子里的孩子。更可怕的是，谁跟他靠近谁倒霉。所以林大山就把他从家里赶了出来。鬼神之说，算命之法在古代深入人心，有几次明明是村里人自己出了事，磕了摔了的。林白见状就想帮一下，可被帮扶的人非但没感谢，反倒埋怨是林白离他太近，才害得他倒霉，张嘴就要林白赔偿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。心灰意冷的林白这才选择离开村子，独自一人住进了山里。所以他这是以为我想碰瓷他。明白过来的薛香香微微一笑，我只有这些猎物，全赔给你们了。你若还想要再多的东西，我拿不出来了。不用不用，你救了富贵，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，怎么能要你的东西？说完上前捡起地上的野鸡想要归还，可却被林白误解。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。想到这儿，林白转身就要走，却被薛香香一把拉住。你这人真奇怪，没事走那么快干什么？你的猎物忘记拿了。姐姐，林白哥哥刚才救了富贵，你别生林白哥哥的气。傻富贵，姐姐没生气，快跟林白哥哥说谢谢。谢谢林白哥哥。那个后山危险，你以后还是少来。可是其他地方的猪草没有那么多，割不到猪草，奶奶要骂人，不让吃饭。薛香香满脸心疼，随后掏出准备好的鸡蛋和包子。富贵一定饿坏了，姐姐给你带了吃的。看到鸡蛋，富贵的眼睛都亮了。姐姐，这鸡蛋真是给富贵吃的吗？是真的，快吃吧。那姐姐呢？姐姐早就吃过了，这是特意为你留的。小家伙闻言，把手里的鸡蛋和包子递给了林白。林白哥哥，你也吃，谢谢你今天救了我。林白愣住了，长这么大，这是第一次有人对他这么好。于是他挑了只最肥的野鸡递给薛香香。这是我今天才刚抓的，你拿回去给小富贵加的餐，他的身体太瘦弱了，需要好好补补。我也想给富贵补一补，可我们家的情况，就算再多的东西拿回去，富贵吃不到嘴里也没用啊。林白愣了愣，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世上最倒霉的人，却没想到眼前的小布丁竟与自己同病相怜。那要不这样，我给你们留着，等你们空了来我家，我做给你们吃。真的可以吗？大丈夫一言既出，8匹马都难追。待二人回到家时，果不其然，又等来了薛老太的咒骂。哼，好吃懒做的赔钱赖皮货，一屋子丧门星，家里的猪都要被你们一家子饿瘦了。薛富贵吓得连忙躲到薛香香身后，薛香香却丝毫不惧。奶奶，难道大伯娘今儿个忘记烧开水喂猪了吗？薛老太骂顺了嘴，这才想起今天是老大家做饭，又害怕薛香香急眼，做出对家里2个读书人不利的事，并未像往常那样直接动手，但嘴上却依旧没停。出去打个猪草就到处野，2个黑心肝的赔钱货，看看现在都什么时辰了。薛香香也懒得跟他计较，把猪草往地上一丢，便往自己屋里走去，留下薛老太在身后骂骂咧咧。殊不知此刻的薛香香早已打定了要分家的主意，看来今晚就得行动了。娘，咱们分家吧。香香，你怎么能说出这么大胆的话？爹娘，你们也看到了，富贵才6岁，每天都要被奶奶逼着上山割猪草喂猪，甚至到家后连饭都吃不饱。地里的活都是爹在干，家里的活全是娘和我在做。即便如此，奶奶还说我们是吃白饭的赔钱货，我们帮家里干活得不到1文钱，反倒大伯和三叔他们可以外出找活干，赚的钱全都留在自己手里，而我们赚的钱全都供了大海哥和四叔读书，如今更是为了1个鸡蛋想把我卖了。爹娘，再这样下去，咱们一家人的血只
奶奶，牛大夫说了，富贵烧得厉害，身边不能离人。而之所以会这样，也是因为长时间的营养不良导致的，需要好好补补。咱家不是养了10几只鸡吗？牛大夫说了，老母鸡煲汤最是滋补，很适合富贵养身体。闻言，薛老太大怒。短命鬼喝什么鸡汤？家里的老母鸡是留给老四补身体的，他读书辛苦，需要补脑子，好考秀才做大官，哪个敢打老母鸡的主意？看老太婆我不撕烂他的嘴！此话一出，李招娣顿时不乐意了。娘，家里读书考秀才的又不止老四一个，我们家大海读书同样辛苦，同样需要补脑子。王春桃也不示弱。爹娘，薛光帆过年可就11岁了，家里什么时候送他去读书？薛老头冷哼一声，家里那么多地，读什么书？闻言，王春桃瞬间炸毛。爹可不行这样偏心啊！四弟去读书了，大哥家的孩子也送去读书了，怎么到了我家薛光这就只能种地了？这几年为了供四弟和大海读书，家里银钱流水一样花出去，好吃的好穿的都紧着大房4房，我们起早贪黑省吃俭用，孩子反而没得书读，这不把人当傻子吗？家人们，我真是一整个无语住了。李招娣大怒，三弟妹说的什么话？什么叫好吃好穿的都紧着大房？大家每天不是坐一个桌上吃饭的，都是一个锅里吃饭，怎么就是大房吃好的？三弟妹你给解释解释。眼见大房3房就要干起来，薛老太也怒了，都给我闭嘴！大早上的在这里瞎吵吵什么？有这个劲，不如赶紧去做饭洗衣喂猪喂鸡。岂料王春桃第一个不干，那老母鸡又不是养来我吃的，谁爱喂谁喂去。说完转身朝屋里走去。李招娣见状，心想着不能吃亏，也一溜烟逃回了屋。反了反了！你们这群黑了心肝的赔钱货，屁眼都是黑的，真是倒反天罡啊！你们是要把我气死吗？就在薛老太一肚子气没的撒时，正巧看到了一旁偷笑的薛香香。都是你这个赔钱货搅家精，搅得一家子不得安宁！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说完，薛老太抄起扫把就朝着薛香香冲了过去。见状，薛香香不仅没害怕，还露出挑衅的目光，朝院外跑去。而薛老太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悄然间落入了薛香香的计谋。都是你这个赔钱货搅家精，搅得一家子不得安宁！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救命啊！杀千刀的老妖婆谋杀美少女了！放你的狗臭屁！你个黑了屁眼的搅家精赔钱货，快给我站住！再跑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奶奶，你想屁吃呢？不跑才真要被你打死！后才恍然大悟，好一招祸水东延，这香丫头真是越来越厉害了。与此同时，生怕薛香香吃亏的薛顺终于走了出来。没事吧，香香？奶奶有没有打你？没事的，你闺女我。
不但耽误了地里的活，还害得我没空去镇上做工，少赚了好几天工钱呢。薛顺一言不发地看着薛家众人，这让薛老太怒火中烧。看什么看，还不赶紧下地！一家子好吃懒做的讨债鬼，成天就想着吃白饭。我告诉你，老薛家不养闲人，想吃饭就给我去干活。这一刻，薛顺对薛家的感情已经彻底没有了，他没有开口争论，而是转身快步朝院外走去。你空着手下地吗？回来把锄头和柴铲子扛上。见薛顺没理自己，薛老头大怒：不孝的东西，还学会给我摆脸色了！不干活还想借牛车，门都没有！对于薛老头的咒骂，薛顺并未理会，而是直接去了李正家借牛车。薛顺啊，我记得你们家不是有牛车吗？怎么还要出来借？富贵生病了，家里不让我送富贵去镇上医馆看病，说我耽误了地里的活，让我赶紧下地。我也是没办法，才厚着脸皮来你们家借牛车。岂有此理！老薛家这是越来越不着调了，我这就带你去后院取牛车，孩子看病要紧。真是太感谢了。就这样，薛顺带着一家人顺利前往了镇上。都是你个死老头子，非要给二房1两银子，这下好了，连你的话都不听了。那点钱能花多久？等他们从镇上回来，也就花的差不多了。爹娘，薛光也烫伤了，不如也送到镇上医馆瞧瞧吧。是啊，爹，我也想去镇上瞧瞧。哼，你们这是想跟老二家学？爹，我这也是关心孩子嘛。别以为我老了不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些什么。你想跟老二家学，我也不拦着，要学就学全。以前家里的地老二一个人种了80%，家里的家务是老二家的全包了。你们既然想跟老二家学，那就学得像一点，家里的地以后就归老大种，老大家的和老三家的做家务。爹，看您说的，儿子最孝顺了，怎么会像二弟那样不听爹的话呢？娘上次给的烫伤膏还蛮好用的，就不用去镇上了。既然不去镇上，还不赶紧去做饭洗衣服？后院的鸡和猪都快饿死了，真是没见过像你们这么懒的婆娘。就在薛家斗法的同时，薛顺已经带着家人抵达了医馆。周大夫，我家富贵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碍，就是这孩子底子太虚，没那么快好。以后给孩子吃点好的，也别让孩子干重活了。好的，周大夫，我回去一定告诉奶奶，给富贵多留一点饭，教他吃饱，让奶奶别教弟弟做重活，别再让弟弟去打猪草、喂猪、喂鸡、喂牛。姐姐，你别跟奶奶说，她是不会同意的，还会害你挨骂。家里的猪还得靠我割猪草喂呢。唉，家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男丁，不管是大伯的儿子还是三叔的儿子都比你大，他们天天玩疯了，还不能去割猪草了。于是白溪村薛家刻薄二房，让二房6岁的孩子干重活，还不让吃饭，把孩子活生生虐到生病的名声就这么在清水镇传开了。难得来一次镇上，薛顺便给了薛香香50文，让他随便逛逛。看着手里的银子，薛香香陷入了沉思。自打撞了头后，脑袋里就多了很多奇怪的记忆，感觉赚钱就像喝水一样简单。可在还没分家的情况下，就算我有100种赚钱的方法也不敢用啊！万一被爷爷奶奶他们发现，就更不可能让我们分家单挂了。可该如何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想办法赚钱呢？就在薛香香陷入困境时，一道熟悉的身影吸引了她的注意，她立马激动地跑了过去。林白，你怎么在这？实在不好意思，富贵当晚回去就病了，所以第2天才会失约，不是故意不去你家做客的。林白微微一愣，薛香香的话令他整个人激动起来，心中的阴霾顷刻间烟消云散。原来他们真的没有骗我，是我误会了他们。我是来把昨天抓到的猎物送到清水酒楼换钱的。富贵怎么样了？不要紧吧？这几天一直在发热，反反复复不见好。周大夫说他底子亏得厉害，得慢慢补回来。可你们家缺吃少喝的，富贵怎么补？薛香香愁的也是这个，她抬头看了看林白，又想起他刚刚说来清水酒楼换钱，心里忽然有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主意。林白，我们合作赚钱吧。林白，我们合作赚钱吧。你想怎么合作？这里人多眼杂，你跟我来。林白，我想跟你合作赚钱，你愿意吗？可是我命中带煞，你真的要跟我合作吗？当然了，就因为你命中带煞，我才找你合作的呀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其实命中带煞不过是有心人制造出来的流言罢了，我反正是不信的。不过正因为有这个流言在，大家都会远远避着你，所以你不管做点什么都方便，这正是我找你合作的原因。那我们要怎么赚钱？林白，你跟镇上的清水酒楼很熟识吗？我这几年套到的野味全都卖给了清水酒楼，也见过刘掌柜几面，算得上熟悉。那太好了，我这里有一道别人没有的菜谱，可以卖给清水酒楼。可是清水酒楼的大厨是见过大世面的，手上会的菜式也很多，一般的菜谱恐怕入不了他们的眼。嘿嘿，放心，我这菜谱保证没有人见过。
林白虽然奇怪薛香香为何会有别人没见过的菜谱，不过薛香香既然这么有把握，他也就没有深究。既然如此，卖菜谱这种事你完全可以单干，真不用跟我合作。你若有需要，我可以帮你引荐刘掌柜。怎么是我胡说？陈秋娘虽然软弱，但在某些方面却又相当固执。秋娘，那种不靠谱的传言你不要相信。怎么不靠谱了？要不是真的，他家里怎么会把他赶出来？林白之前在林家住了10几年，他克着谁了？他不是把他亲娘克死了吗？林白他娘那是病死的，村里哪家没死过人？可是那算命先生，算命先生说林白八字硬，命里带煞。那为什么林白小时候不克人？结果他爹找了个继母，他就克人了。你是说？这也太坏了，这么败坏一个孩子的名声，害得整个村的人这么排挤一个孩子。林白这事，村里人心里都有数，只是林大山自己都不管林白的死活，别人自然也就当不知道。就好比我们家，整个村的人都知道爹娘偏心，把我们一家当作牛马呼来喝去，非打即骂。你看有谁真正替我们出过？最多也就是碰上的时候帮我们说句话。顺子哥，你说这世上怎么有那么多坏了良心的人？是我没本事，让你们娘儿仨个跟着一起受苦。香香是有大本事的人，你以后多听香香的。如果我不在家，遇事就找香香商量。顺子哥，我知道了。而此时另一边，干了一早上农活的薛福越想越气。爹娘，你们就由着老二这样乱来，也不管管。是呀，别说富贵没什么大病，就算富贵生病要看大夫，也不用一家人都往镇上跑吧？咱家还有那么多活要干呢。大嫂说的对，二嫂和香香也不说留在家里干活，这几天连猪草都没人打，家里的猪都饿得捡皮包骨了，倒是过年都卖不上好价钱了。爷爷奶奶，要我说，薛香香就是想趁这个机会出去偷懒，都已经是定亲的人了，还去镇上抛头露面，真不要脸。自打上次被薛香香揭发偷鸡蛋的时候，薛如意一直记恨不已，如今找到机会，可不得使劲拱火。几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吵得薛老头脑袋都大了。好了，都给我住嘴，好好吃饭。众人没想到薛老头会发怒，纷纷低下了头，唯独薛老太架起了他那张大呆呆的加特林嘴。好你个死老头子，你在这里抖什么威风？老二你管教不了，就拿老大他们做出气筒。家里那么多活丢下，不管跑去镇上偷懒，一家子杀千刀的丧门星。我告诉你，要是你不管老二，那就我来管。他要是不听话，我就去衙门告他忤逆不孝，我让他进班房。要是老二家的那个懒婆娘偷奸耍滑不干活，我就让老二休了他。还有薛香香那个赔钱货，别以为定亲了我就管不到他，他也不想想，我这个做奶奶的要是说他不孝，还有谁敢娶他？还有薛富贵那个短命鬼，别以为装病就可以不干活，老薛家可没那么多粮食来养吃白饭的短命鬼。薛老太的话把众人吓了一跳，唯独薛如意闪过一丝窃喜。奶奶，薛香香的婚事可不能就这么黄了，我记得跟她定亲的可是赵秀才家，多少人想跟秀才家结亲都没机会，咱们怎么能把这么好的机会往外推？照你那么说，我还要给那个赔钱货说好话不成？奶奶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闻言，一旁的李招娣立马明白过来。娘，咱薛家除了薛香香，不是还有如意这么乖巧的姑娘吗？
是啊，娘，要是能和赵秀才结为亲家，远的不说，就说还在读书的老四，如果有个秀才亲家指点一下，那能少走多少的弯路啊！王春桃算是听出来了，合着这大房家要抢人家薛香香的婚事啊！一个未婚姑娘，心里却惦记上了别人的未婚夫。大房这两口子不但不阻止，还帮着他说话，这一家子当真无耻啊！薛老太听了大房家的话，也觉得和秀才家结亲有好处，特别是那句赵秀才可以帮助到老四，一下子说到了他心坎里。说的不错，幸好我老太婆还有个孝顺孙女，不然这么好一门亲事可就没了。我们如意一向是个孝顺孩子，娘你以后就等着享如意的福吧。到时您孙女婿争气了，考秀才当大官，我们如意当官夫人，娘就是官夫人的亲祖母，到时候县太爷见到你都得赔笑脸。谁知薛老太听后老脸一翻，照你那么说，我就只能靠如意的夫婿当官才能享福吗？没注意到薛老太的情绪的李招娣当即开口：那可不，到时候肯定好好孝敬你老人家。放你娘的狗臭屁！家里的老四和大海还在读书，等他们以后考上秀才，当了大官，我老太婆照样可以享儿子的福，享孙子的福。一个孙女婿算什么东西？李招娣懵了，这个死老钱婆真是难伺候，说好话讨他开心，也他娘的要翻脸。要不是还指望家里出银子供大海读书，老娘早他娘不伺候了。虽心里咒骂，但该舔还是得舔。你看我这嘴，我的意思是大海和四弟加上孙女婿一起孝敬你。娘，招娣不会说话，她心里是盼着娘能多享福呢。这还差不多。瞎咧咧什么，也不怕让人听到笑掉大牙。死老头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儿子孙子好？我儿子孙子孙女婿考秀才当大官，为什么要怕人笑话？我看你是怕他们以后不孝敬你。爹娘也是希望家里个个都有出息。你们大房那点心思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我是老了，但还没老糊涂。爹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这也是为了我们老薛家好。那二房的香丫头可是一点也不尊敬长辈，这样的野丫头要是嫁进秀才家做儿媳，那我们老薛家的脸可真要丢完了。到时赵秀才还不怨恨我们薛家给他们送了个祸害。对啊，娘，媳妇说句不中听的话，薛香香根本不服管教，对待我们就跟对待仇人差不多。要是她真的成了秀才家的儿媳，那我们老薛家还能有太平日子吗？她不报复我们就算不错了。他敢？他有什么不敢的？娘，你难道忘了，就因为薛光不小心打翻了他的一锅鸡汤，他就差点把家里的鸡全给杀了。二房一家本来就和我们不亲近，现在老二更是连爹的话都不听了。要是以后真发达了，你们认为二房还会把薛家看在眼里吗？绝不可能！二房家想要过好日子，除非我死。薛福大惊，娘怎么突然如此激动？听这语气，要是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二弟不是娘的儿子，反倒像个仇人。好了，我不管你们心里有什么想法，但这门婚的最终结果还是要看赵家那边的意思。那是自然。行了，往后几天都给我消停点，要是再闹出有损薛家名声的事来，影响了老四和大海的学业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此刻的薛香香还不知道自己只是外出一趟，连未婚夫都要被人给撬走了。祝你平安，祝你平安。老板，这肉骨头怎么卖？你要的话，5个铜板全拿走。我乐个骚刚，这么便宜，本姑娘都要了，麻烦老板帮我包起来。陈秋娘看着沾沾自喜的薛香香，心头一酸。我可怜的香香，已经馋到连没肉的骨头都不放过了吗？香香，你要想吃肉的话，娘多买一些。这骨头上连点肉丝都没有，你买它做甚？没事，娘，我就喜欢骨头，真的。毕竟用大骨做的大骨汤可是最滋补不过的好东西，只是这个年代的人还不知道。还真要感谢薛如意让我磕到了脑袋，不然还得不到这股神秘的记忆。而薛香香并不知道，这股神秘的记忆其实来自于一个加班猝死的倒霉蛋。回到白溪村，陈秋娘抱着薛富贵和薛香香在薛家附近先下了车，由薛顺一人前去归还牛车。三人刚踏进薛家大院，就听到了李招娣阴阳怪气的声音。哎呦喂，二弟妹去了一趟镇上就是不一样，都知道买肉回来孝敬爹娘了。说完，他便不摇碧莲地锁定了薛香香手里的五花肉。香香啊，把肉给大伯娘，大伯娘去洗干净，晚上做给你爷爷奶奶吃。薛香香，你什么意思？还不快把肉给我！大伯娘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这些肉是买回来给富贵补身子的。二弟妹，你们一家也太过分了，抛下家里的活不干，跑去镇上偷懒就算了，可你们买了肉，竟然打算吃独食，不孝敬爹娘，有你们这么当小辈的吗？你们这是不孝，知道吗？李招娣的声音又尖又利，很快就吸引了一群吃瓜群众。
娘，你先把富贵抱回去，在屋里守着他别出来，省得再被吓到，加重病情。香香，那你跟大伯娘好好解释清楚，他要是打你你就跑。我知道了，娘，快抱富贵回去，你们在这影响我输出。陈秋娘想到薛顺让她无条件信任薛香香，便点了点头，抱着薛富贵往屋里走。站住！谁让你走的？二弟妹，我让你站住，听到没有？然而陈秋娘根本不鸟她。好得很，一会儿看爹娘怎么教训你们这一家子丧门星。我说大伯娘，你怎么能冤枉我们一家？我知道这几天爹娘给富贵看病耽误了一些活，大伯娘因此做了几天饭，心里有气。可即便这样，也不能满嘴喷粪的败坏我家名声啊！薛香香，你个丧门星，黑了心肝的赔钱货，你胡搅什么曲？看我不撕烂你这张臭嘴！见鱼儿上钩，薛香香头也不回地朝院外跑去。此时院外已经聚满了看热闹的吃瓜群众。见时机成熟，薛香香当即表演了个靓女刹车，单纯的李招娣还在破口大骂：好你个贱蹄子！既然你爹娘没把你教好，那我这个大伯娘就替他们好好管教你，省得以后丢我们薛家的脸。而这一幕正好被环游车回来的薛顺见到。不知香香做错了什么，妖类的大嫂帮我管教。强大的压迫感吓得李招娣不由后退了几步。他不敬长辈，满口胡言，难道不该管教？爹，香香只是说了实话，大伯娘就要打我。大嫂，香香就不劳你管教了，你有这个时间，不如多管教一下自己的女儿，不要每次做错了事都冤枉到香香头上。李招娣气得脸都红了，可却无法反驳。李招娣，你还是多积点德吧，连侄女都冤枉，你也不怕遭报应？就是，还说儿子是读书人，这种黑心肝的娘也不怕给儿子丢人。眼看周围对自己的议论越来越多，李招娣担心连累到正在读书的儿子，转身就想走。大嫂别急着走啊，香香做错了什么？你告诉我。正好今日有这么多邻居在场，若当真是我误会了大嫂，我一定当众给大嫂赔礼道歉。我还要做饭，可没工夫跟你们在这里瞎扯。哎呦喂，我说李招娣，这半天下午的就要做饭，你是想做满汉全席啊，还是躲回去打桩啊？闻言，李招娣的火气一下就上来了。放你娘的狗臭屁！二房一家丢下家里的活儿跑镇上偷懒，买了肉回来还不肯给爹娘吃，这不是不孝是什么？我有哪里说错吗？身为薛家长媳，还不能管教这不孝的侄女了吗？薛香香假装吃惊道：我说大伯娘，你为了吃口五花肉，冤枉我们一家还不够，还想败坏爷爷奶奶的名声。薛香香，你放屁！你又在这里胡搅什么曲？明明就是你们吃独食，不孝顺，还敢往我身上泼脏水！大伯娘啊，大伯娘，你真是没毛的下挂俩蛋，只会眨眼不会看。这肉现在还提在我手里，是生的不能吃。大伯娘怎么就知道我们把肉烧好后不给爷爷奶奶吃呢？你刚刚明明不是这么说的，我让你把肉交给我去做，你就说这些肉是买回来给富贵补身子的，这不是吃独食是什么？我这么说有什么问题吗？富贵已经烧了好几天，回春医馆的周大夫特意叮嘱，富贵因为干重活亏了底子，让我们不要再让他干重活，要给他吃点好的，慢慢把身体养回来，不然容易留下病根。正因为大夫这么说，我娘才狠下心买了点肉，还花了5文钱，把肉摊上没有一点肉丝的猪大骨都买了回来。大伯娘，富贵为什么会亏了底子？还不是因为在家干了重活还吃不饱饭？难道我们买点肉回来给他吃都不行吗？薛光、薛如意他们每天吃鸡蛋，也没说给爷爷奶奶吃一口，怎么到富贵这就成了吃独食的不孝子孙了？难道真要把我们家富贵活生生拖死才算孝顺吗？这番话算是彻底点燃了吃瓜群众的怒火。李招娣，侄子病了，你不说多的照顾点，还冤枉人，你真是缺了大德呀你！就是，也不怕烂了皮炎。薛家那么多大半小子，明天到处疯玩，却让最小的干活，还不如人吃饱饭，简直上良心啊！那怎么能一样？富贵拿什么跟我家孩子比？鸡蛋都是他们爷爷奶奶省下来给他们吃的。大伯娘，富贵也是爷爷奶奶的孙子，富贵病了，难道爷爷奶奶还会不省下几口肉给富贵补身子吗？大伯娘这么说，把爷爷奶奶置于何地？四叔和大堂哥还在县里读书呢，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为他们考虑啊！气急败坏的李招娣竟抄起扫把要打薛香香，你个搬弄是非的赔钱货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薛香香故意把手里的肉和骨头往前一丢，大伯娘别打我，我把肉交出来就是了。现在才求饶，晚了。大嫂，你当着我的面打我女儿，你当我是死的吗？自己理亏还要打侄女，李招娣你缺不缺德？就在这时，听到动静的薛老太从屋里走了出来，
李招娣大喜，娘，你可要给儿媳做主啊！二弟他打我，谁知薛老太根本不鸟他，冲过去把地上的肉和骨头捡了干净。李招娣无语，但很快又想到了说辞。娘，二弟一家去镇上买了肉回来，儿媳不过说了句让他们记得孝顺孝敬爹娘，他们非但不肯，还把儿媳给打了。娘，你可一定要为儿媳做主啊！果不其然，薛老太拿起骨头就砸在了薛顺身上。你个乞债鬼丧门星，猪狗不如的东西，放着家里的活不干，带着一家人到处鬼混，还敢偷摸买肉吃，我老太婆的命怎么这么苦？怎么就养出了你这么个逆子？薛顺强忍着即将爆发的内力，薛香香大惊：爹别冲动，你要和奶奶动了手，那就坐实了不孝的名声，纵使有万般理由也说不清了。快去请李正叔来。清醒过来的薛顺点了点头，就朝李正家跑去。眼看着薛顺溜走，薛老太立马把火力对准薛香香。又是你个赔钱货！薛家就是出了你这么个搅家精，才会整日不得安宁，简直丧良心啊你！薛老太，你就消停点吧。有像丫头这么好的孙女，你还不知足，以后由得你后悔。金翠花银如花，你们少在那里满嘴喷粪！我管自家的孙女，干你屁事！你们有本事怎么不去管自家孙女？哦，对了，我忘了你金翠花连个蛋都生不出，哪来孙女让你管教？薛老太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嘴上不积德，婆媳二人一起冤枉家里的小辈，脸都不要了，也好意思在这里浪费。你们都不是什么好鸟，我能教出儿子、孙子2个读书人，你们这些一个都教不出来，有什么脸对我说教？有本事也教出几个读书人来，没本事就别在这瞎咧咧。薛老太瞬间捅了马蜂窝，薛香香不得不佩服薛老太这舌战群雄的本事。就在这时，听到动静的薛老头和薛福赶了出来，而薛香香让薛顺请个帮手，也已就位。死老头子，你竟敢打我！哼，你在胡闹，当真以为我不敢休了你吗？接上集，薛老太为了一根骨头，竟对自己的儿子大打出手。于是儿子一气之下，请来了村里主持公正的李正。薛老头，你们薛家怎么回事？身为长辈，不说做个好榜样，反而合起伙对家里的小辈大打出手，有你们这样做长辈的吗？薛老太一听就不乐意了，我管教自己的孙女有什么？头，我好好说说他们。李招娣一听急了，爹，这哪里是小事了？我让你给我闭嘴！爹，招娣又没说错，二房的丫头不敬长辈，就是欠教训。可我怎么听说是李招娣为了抢侄女的肉，想对她大打出手呢？我那是提醒他们买肉回来要记得孝敬爹娘，才不是抢肉吃。不是这样的，李正叔，我跟大伯娘说，这点肉是回春医馆周大夫让我们买回来给富贵补身子的，结果大伯娘问都没问就要抢，还说必须拿去孝敬爷爷奶奶。让你孝敬爷爷奶奶，难道还错了吗？孝敬爷爷奶奶当然是应该的，可爷爷奶奶难道会为了吃口肉就不顾富贵的身体吗？大伯娘都说了，薛如意他们天天吃的鸡蛋都是爷爷奶奶省下来的，既如此，爷爷奶奶会为了吃口肉连生病的孙子都不顾吗？大伯娘这么做不是存心想败坏爷爷奶奶的名声吗？我还纳闷呢，大房三房家的孩子每天满嘴油光的地里跑，怎么就不见二房家的？原来是让最小的在家干活，还不让人家吃饱饭。老薛家真是丧良心啊！这下薛老太急眼了，让他干活怎么了？老薛家不养闲人，不干活就别想吃饭。你们这群吃饱了没事干的闲屁精，老娘让谁干活关你们屁事！你们就是见不得我老薛家好，一起针对我老薛家。薛老头大惊，死老太婆，给我闭嘴！快把肉和骨头还给香丫头！我呸！凭什么还给他？二房这些没良心的短命鬼，多懒不干活，买肉回来只想着自己吃。我辛辛苦苦把他们拉拔大，他们孝敬我吃口肉，还不应该吗？一家子懒货，赚不到钱还想吃肉，做梦！进入状态的薛老太跟吃了炫迈一样，根本停不下来，丝毫没注意到薛老头的脸色越发难看。逮到机会的金翠花和银如花当即嘲讽：跟生病的孙子抢肉吃，这可真是亲奶奶能干出来的事儿。就是，看来咱们的白溪村很快就能跟着一起出名了。
你们两个满嘴喷粪的狗东西，在这瞎嚼什么蛆？看老娘不撕烂你们的嘴！眼看薛老太已经疯魔，忍不可忍的薛老头裤子一泡就把薛老太呼在了地上。突如其来的一幕令全场大惊。我还没死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你个死老太婆做主，把肉和骨头都还给香丫头。回过神来的薛老太怒吼一声，直接和薛老头开启了世纪大战，看得众人那是目瞪口呆。最终还是薛老头技高一筹，用一招天残脚结束了战斗。你个死老头子，对我动手，你不得好死啊你！这个死老太婆也不看看这里有多少人，老薛家积攒多年的名声都让她给败干净了。看着地上撒泼打滚的薛老太，薛老头就气不打一处来。你给我闭嘴，再胡闹，别以为我不敢休了你。香丫头，那些肉和骨头买那么多骨头，这连点肉丝都没有的骨头，喂狗吃狗都不吃，还好意思说孝顺？娘说的对，可不就是这个理？见薛老太三人又来了劲，薛老头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。这时薛顺突然开口：我们买不起肉，要是爹和娘不吃骨头，可以把它还给我们。我呸！老二你还要脸不？给我吃的东西还要拿回去，这就是你说的孝顺吗？薛顺刚要反驳，却被薛香香拉住，因为他要开始反击了。奶奶说的对，我们一家人确实赚不到钱。我爹一年到头都在种地，不像大伯和三叔可以去镇上打短工赚钱。我娘一年到头洗衣服、做饭、做家务，不像大伯娘和三婶有时间绣荷包和帕子卖钱。大伯家和三叔家都有钱上交，就我们家没钱上交，所以奶奶对我们家有。大伯就当你在开玩笑。
气这么激动，很容易猝死的。哎，爷爷，是或者不是也就一句话的事，不用回家再说。薛老头有心想否认，可在场这么多人，大家都是种地的，1亩地能有多少产出收成，心里都有数。他就算想否认，也否认不了。见薛老头沉默，薛福愤怒地看向薛顺。老二，香香这么没规矩，你怎么也不说好好管一管，就让她在外面这么丢人现眼。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薛顺选择力挺女儿。大哥，我也想知道金嫂说的是不是真的。薛福被他看得心虚，完全不敢回话。薛顺见状，叹了口气，既然爹和大哥不想说，那就算了。今后家里的地我就不种了，从明天起我去镇上打工赚钱。薛老太大怒，你休想！老二，你要是敢不留在家种田，我就去衙门告你忤逆不孝。几十年来，薛老太这一招可谓百试百灵，可惜这次不灵了。既然娘要去，就去吧。薛老太傻眼了。奶奶，忤逆不孝这样的话可不是随口乱说的。我要做什么，还轮不到你一个赔钱货指手画脚。你老子是个不孝子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要不是你这个搅家精，我们薛家也不会多出这么多事。薛香香冷冷一笑，奶奶，你就算不顾薛家的名声，不怕影响四叔和大堂哥读书，也要考虑一下对白溪村的影响啊。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上衙门见官可是了不得的大事，更何况只要哪个村子出了一个忤逆不孝的人，那这个村子今后的年轻人就很难嫁娶了。事关村里的名声，李正的脸顿时一沉。薛老头，你这个一家之主怎么当的？就这么任由家里的老太婆红口白牙污蔑儿子吗？你真是眉毛底下挂俩蛋，只会眨眼不会看啊你！真是笑死人！我还没听过儿子愿意出去赚钱回来孝敬爹娘，反而被指责忤逆不孝的。香香，以后洗衣做饭这种事，薛家谁爱做谁做去。你跟你娘把时间省下来，绣荷包帕子卖钱，也省得累死了，还被某些黑心干的骂好吃懒做。薛香香笑笑没说话，毕竟当众说长辈坏话这种落人把柄的事，她是不会做的。我们可没看出来薛顺哪里不孝，倒是你这个做亲娘的这么污蔑儿子，倒也是个奇葩。薛老头一看犯了众怒，连忙道：老二向来孝顺，老太婆说混话，大家不要当真，不要当真。哼，要是有谁不顾事实败坏村里的名声，休怪我不顾情面，把人赶出去。有了李正的警告，纵使是薛老太也不敢撒泼了。老太婆虽然说的是混话，可那也是因为心急，担心老二去了镇上打工，家里的田没人种。哼，薛老头，你这当家长的一碗水可没端平啊！我知道人心都是偏的，可再偏心也要有个度。你家4个儿子，为什么只让薛顺种田，其他人就种不得田？这不是老二田种的好吗？老大老三种田不如他。哼，谁也不是生来就种得好田的，种不好田那是因为种得少了。你让他们多种种，水平自然就上来了。见李正铁了心要帮二房家，薛老头也没了办法。老二要去打工也行，但家里的田不能荒废，今后就由老大、老二、老三轮流在家里种田，每人1个月，农忙的时候大家一起下地。薛福当即不乐意了，爹，有必要这么麻烦吗？再说镇上的工作也不是那么好找，万一正好找到工作，结果没做几天又要回来种田，那多耽误事。不止薛福不乐意，薛香香也不同意。大伯三伯对种田根本不上心，要是他们每天就去田里走个过场，那轮到爹的时候肯定会累死，最后还落不到一个好。想到这儿，薛香香的脑袋开始飞速运转，很快就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。你这死丫头说什么？我说这主我们不为了，家务活以后我们也不做了。你个丧良心的搅家精，你敢再说一次？再说10次100次都一样，以后家里的家务活二房不做了。接上集，薛老头同意了薛顺外出找活干，可不仅薛福不乐意，就连薛香香也不乐意了。爷爷，我觉得不如把家里的田分成3份，给大伯爹的3叔每人种1份，这样各自负责种各自的，可以避免很多问题。薛香香，你这出的什么馊主意？薛福当即不乐意了，真要让他一个人种1块地，那他想偷懒都不行了。薛老头疑惑，香丫头，你怎么会想出这种主意？好好的地，干嘛分成几份？这像什么话？爷爷，要是轮流种田，却因为有人偷懒而影响了田里的收成，那么责任算谁的？此话一出，众人幡然醒悟。薛老头，你孙女说的对，你那样安排，还不如个人分开负责来得好。薛老头点了点头，那就按香丫头说的来。愤怒的薛福一怒之下怒了一下，薛老头都答应了。
那就遂了他的愿。而二房还不知道，此刻的薛家人已经在讨论如何把他们二房一家子分出去了。哟，哦，接上集，当薛家人得知薛顺要带着薛香香去退婚后，便偷偷商量该如何把二房从家里分出去。老四跟大海年后就要下场，要是考不忙时我们自己照看，忙的时候请人帮忙。别犹豫了，爹，赶紧把老二一家分出去，这样赵家跟老薛家的婚事就能落到大房头上。老四和大海还有几个月就考试了，得抓紧时间让赵秀才指点他们，到时也能多几分把握。老三，你也同意把老二分出去单过吗？分家的事，我听爹能的。必须分家，明天就把二房分出去。众人意见一致，可薛老头却选择了沉默。于是第二天，薛家人便拦住了准备出门退亲的薛顺。老二，先别急着走，爹和娘有事要和你说。哦，爹，你有什么事？赵家那门婚事指的是赵家和薛家定亲，所以要嫁到赵家去的人是大房的如意，跟你们二房没关系，所以你也不用去退婚了。奶奶，当初和赵家定亲的不是我吗？怎么变如意了？你个黑心肝的赔钱货，给我闭嘴！我说定亲的是如意，就是如意。赵家和薛家之间的亲事虽然只是口头约定，可村里谁不知道与赵家定下婚事的是我家香香？你也知道那是口头约定，那自然我想让谁嫁过去都行。再说了，那是赵家和我们老薛家之间的婚约，你们二房已经从老薛家分出去了，这亲事自然跟你们无关。薛顺和薛香香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意外惊喜，他们正愁想不到办法分家，没想到赵家的婚事倒是帮了大忙。由于二人极力控制内心的喜悦，导致一时间没有回答。好在反应迟钝的陈秋娘来了波神助攻。娘，我们家什么时候从家里分出去了？就是此时，就是现在，我们薛家已经决定把你们分出去了。娘，你们不能这样。老薛家的事还轮不到你做主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薛顺虽心中窃喜，但也只能逢场作戏。爹，你为什么忽然要把我们家分出去？不是说父母再不分家吗？你们怎么能这么做？薛香香也赶忙使出激将法。是啊，爷爷奶奶，可不能这个时候把我们分出去。我们吃了那么多苦，好不容易才把四叔和大堂哥供出来，眼看他们马上就要考中秀才，我们也能跟着沾光享福。这时把我们分出去，那我们之前的辛苦不是白费了吗？呀！放你的春秋托马斯螺旋屁，怎么不美死你个小贱蹄子！老四跟大海有出息，是我们老薛家供出来的，哪有你们二房什么事？一群好吃懒做的狗东西，也好意思说辛苦？你们今天必须滚出我们薛家，没得商量。老大，去把李正请过来，就说我们要分家，请他做个见证。要不是知道现在不能笑，薛香香早就仰天长啸了。看着他那晃动着身体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在哭呢。薛福的动作很快，不一会儿就把李正请了过来，还附赠了吃瓜大队长金翠花和银如花。你们薛家出什么事了？怎么突然就要分家了？我们老薛家当年跟赵家定了门亲事，二房这么一闹，铁定得罪了赵家，所以为了不影响这门亲事，我和老头子决定把二房分出去当过。等一下，这婚事不是香丫头跟赵秀才家的二小子赵学文的吗？这跟二房分不分出去有什么关系？李正，你弄错了，这门婚事其实是说给如意丫头的，跟香丫头没有关系。李正，还有各位乡亲，我们家老四跟大海也快要下场考试了，想要让赵秀才提前指点一番，这样也能多几分把握。我们就怕昨天的事让赵秀才心里不舒服，所以爹和娘才决定把老二分出去。对于这种家务事，李正也不好插手，只能当个见证人。分家是你们的家事，只要你们说好了就行，我过来也只是给你们做个见证罢了。是，实在是情况特殊，所以才把李正您请过来。爹，你们真要把我们家分出去吗？老二，我们也是没办法，
为了老四跟大海，只能委屈你从家里分出去，省得赵秀才心里有气，不肯直。你安，难道儿子一家在你眼里还抵不上一头猪吗？薛老头，你也是这个意思吗？
李正，我娘虽然说话不好听，但是在理。既然分了家，那就各过各的。况且我们家还有2个读书人要供，日子比谁家都过得紧吧？实在没有多余的银钱借出去了，还是让老二从其他地方想办法吧。是啊，老二，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，银钱上实在帮不了你。所以为了避免以后麻烦，还请李正在分家契书上加一句，双方都不能干涉对方的财务使用，也不许找对方借银钱。哼，薛老头，就算分家也是一家人，连上门借钱都不许。你们薛家这是要给白溪村开先例吗？李正，我们这也是丑话说在前头，万一到时为了银钱闹起来，大家脸上不是更难看吗？二弟，你可不能让爹娘为难啊。哼。好，我答应，请李正写明是爹娘和大哥的意思，双方不得干涉对方财务使用，也不许找对方借银钱。李啊李，就是太老实了。此刻薛家人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，但他们还不知道，薛香香很快就要让他们笑不出来了。放你个春秋托马斯螺旋屁，就知道你们二房家没一个好东西。啊，对。接上集，薛老太成功逼迫薛顺一家分。几个人帮薛顺家修补了老屋。薛顺啊，既然已经出吃饭表达谢意。再说了，是爷爷承诺地利的菜可以让我们先吃1个月的。大伯娘要是觉得我这多的话，要不我留下一半。
什么？你去薛香香家给我提亲了？接上集，薛香香被造谣抢了自己堂姐的男人，薛香香本不想理会，谁知第二天竟有个媒人上门给薛香香说亲。你说什么？是林家让你来说媒的？哪个林家？还有哪个林家？你们村是和说今年名的林家小伙儿可只有一个，就是村头林大山家里的长子林白。我家香香还小，暂时不急着说亲，还是过2年再说吧。麻烦王大娘走这一趟了。薛二嫂别那么快拒绝，你好歹听听男方的条件呀。王大娘，这个真不用，我家香香才14岁，我没打算让香香这么早说亲。一想到于丽向他许诺，只要成功就给1两银子，王媒婆说什么也不肯轻易放弃。哎呀，薛嫂，林家那边都说了，只要成亲就让他们小2口分家单过。你想想，你闺女一成亲就能自己当家做主，上没有婆婆压制，下没有小叔子指手画脚，这日子别提多爽了。薛二嫂，你也是过来人，应当知道这上头压着一个婆婆的日子有多难过。现在这么好的机会，你怎么说也得为你闺女考虑考虑啊。陈秋娘先是一愣，随即立马摇了摇头，不行，这是我不会同意的。薛二嫂，我知道你是担心林白身上那个命硬的传言，可传言这种东西也不见得都是真的，就好比你们家薛香香在村里的传言也不少，可林家还是托我上你们家来说亲了。王大娘千万不可相信呢，那些传言根本不是真的，我们家香香从来不做这种事。是，我当然相信薛二嫂了，所以这也更加证明传言不可信不是。撇开命硬的传言这一点，林家的林白那可是一表人才的大帅哥啊，薛二嫂要是错过这村可就没这点了。陈秋娘现在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王媒婆的话看似在向她解释林白命硬的流言当不得真，可又何尝不是从另一个面在威胁她。薛香香同样流言缠身，说不到好亲事。王媒婆在村里的影响力还是有的，要是得罪了她，恐怕香香的流言会传得更厉害，这可怎么办是好啊？薛二嫂，要是你没什么其他意见的话，那我现在就回林家，让他们找个好日子上门来提亲，你看如何？这么大的事我做不了主，我得等当家的回来跟他商量一下才行。要不王大娘你先回去吧。薛二嫂，这男主外女主内，女儿家的亲事都是由母亲做主，哪还需要去麻烦家里当家的？我也是看你们2家的孩子，无论年龄还是各个方面都合适，这才专门来说的。前头还有几家等着我去说亲呢。就在陈秋娘不知所措时，薛香香走了出来。王大娘，你上门来说亲，怎么还不许我娘考虑一下？我爹是一家之主，我娘把家里的事情跟他商量，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难道王大娘家里的事都由你全权做主，一点也不用尊重王大叔的想法吗？我家当然还是当家的做主了，我哪做得了主啊？这不就行了？王大娘，前头还有好几家等着你去说亲呢，我们就不多留你了，省得耽误你的发财。薛二嫂，你考虑考虑，我过几天再来听你的回复。果然闻名不如见面，这个薛香香当真如传言般厉害，看来那传言10有89就是真的。于是王婆便把刚刚发生的事全都告诉了于丽。他有什么好不答应的？也不看看自己女儿现在是个什么名声，也就是我们家不嫌弃她名声不好，愿意跟她结亲。换了别家，谁愿意娶个名声不好的姑娘进门来给自己找不自在？王大娘，谁不知道你有一张樱桃巧嘴，10里8乡就没有你说不成的亲事，这事还得请你多帮忙。行吧，过几天我再去走一趟，到时候如果再不成的话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劳烦王大娘费心了，这门亲事要是说成，我一定重重感谢王大娘。谁知王婆前脚刚走，林大山后脚就回来了。什么亲事？这是要给谁说亲？当家的上次不是说要给林白找一门亲事，让他早点定下心来吗？王大娘就是找来给他说亲的。啊，那你说的是哪户人家？是薛家的闺女。哪个薛家？就是刚从老薛家分出来单过的薛顺家闺女。哼，混账！这就是你说的给林白找的好亲事？这种不知羞耻的女人，你也好意思找人上门提亲？林白不是你亲生的，你这毒妇就这么作践他，毁了他一次还不够，你还想害他一辈子是不是？当家的这话说的可伤人心了。林白虽然不是我生的，但好歹也叫我一声娘，我又怎么会不盼着他好？那个薛香香，我找人打听过，以前在老薛家时一直都踏踏实实做事，老实的很，也没听过什么不好的闲话。我可是听说薛家大房这门婚事，其实一开始就是2房的，是老薛家非得把亲事换了人，还把污水往2房身上泼。就算是这样也不行，传言那么厉害，不管是真是假，薛家2房丫头的名声也已经毁了。这么个毁了名声的丫头，怎么能进林家的门？当家的，我也想给林白说个清清白白的好姑娘，可林白她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走在路上都让人避之不及，何况是说亲，那也得有人家愿意呀。哼，还不是你干的好事，现在倒有脸说林白不好说亲了。当家的，以前的事你都说不追究了，我当时那么做也是为了传宗。再说我现在不是在努力弥补错误了吗？林大山目光沉沉看他一眼，沉默不语。
当家的，你听我说，薛家这门亲事真的是门好亲。一来，薛家二房已经从老薛家分出来了，虽然薛家是村里的大姓，但薛顺这一房一向不得老薛家看重，几乎没人会为他们出头。我们林家单薄，若是亲家在村里势大，很多时就说不上话；若是找外面迁来的人家结亲，又会受到本村人排斥。所以从老薛家分出来的薛顺一家，既是本村大姓，又不得本族看重，我们跟他们家结亲正好。二来，薛香香老实肯办，又被流言毁了名声，这样的姑娘娶进门好拿捏。一个名声不好的姑娘，我们家肯娶就已经很大度了，谅她也不敢不听话。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家林白现在的情况，说实话，想说太好的亲事确实困难。薛香香跟她年龄相当，同样流言缠身，薛家想给她说亲同样不容易，所以说这是最好的人选。不得不说，于丽的话说到了林大山心坎上。虽然靠结亲能把林白骗回来替家里赚钱，但要是女方家后台太硬的话，到时林白赚钱的技术还不知道便宜了谁。如此，薛顺家的情况还真是合适。那这是林白知道了吗？当家的，这亲事还没说成呢，我怕告诉他让他空欢喜一场，所以想等亲事说成之后再告诉他。不行，还是得先跟他说一声，万一是薛顺家因为这件事
又来了一次。当得知薛家同意后，差点高兴的原地去世。朱不停蹄的就把消息带到了林家，催促完于丽赶紧准备聘礼后，便匆匆离去。于丽原本很开心，可当听到聘礼除了鱼、肉、布、糕点之外，还需5两银子时，她傻眼了。当家的，我们家刚赔了6两银子出去，哪里还拿得出这么多银子啊？由于家里的钱一直都是于丽在管，林大山也不知道具体有多少钱。家里连5两银子都没有了吗？有倒是还有一点，可我们还要吃饭，况且传宗也快读书了，要是把钱都花了，他咋办？那你说现在要怎么办？薛家已经应下了这门亲事，我们家反倒因为出不起聘礼不去提亲，这要是让人知道，不得把人家满嘴的臭牙笑掉。要不咱们聘礼少给点，意思给个1两银子算了。不行，你活这么多年都活到牛欢喜里去了，除了穷的揭不开锅的人家，你看过村里哪家下聘只给1两银子的？那要不这样，让林白自己出聘礼。林白在外这么多年，他不像当家的你要养家，他一个人吃用花销都有限，这些年肯定存了不少银子，现在要娶媳妇了，花点钱也应该。哼，荒唐，怎么能让他自己出聘礼？你赶紧先把钱拿出来，传宗读书还早，再攒钱就是。钱哪有那么好攒？我们家1年到头能多几个钱？再说了，林白这么多年没往家里交过1分钱，让他自己出钱娶媳妇怎么了？我还是那句话，家里最多出1两银子，要是嫌少就让林白自己出聘礼钱。由于钱银都在于丽手里，他不肯拿出来，林大山也没办法，只好再次去找林白。自从薛家应下这门亲事之后，林白几乎每天都在傻笑，总觉得在做梦一样。看到林大山来后，也不像之前那么反感了。那个林白家里最近比较紧，准备聘礼有些吃力，最多只拿得出1两银子。哼，聘礼我自己给，成亲的钱我自己出，但只有一点，我要先分家后成亲。不可能，我还没死呢，分什么家？这可不是我说的。王媒婆去薛家上门提亲的时候，跟薛家人说家里让我成亲后分家单过，怎么你不知道吗？林大山惊呆了，于丽根本没告诉过他这回事。哼，我还没死，林家只要还是我做主一天，我不同意你分家，你就不能分家。那你就回去当你的一家之主吧，记得准备好聘礼去薛家提亲，否则小心别人笑话林家穷的连聘礼都不出起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如果不肯分家，林传宗这辈子也别想读什么书。逆子，传宗是你弟弟，他去读书有出息，对你也有好处，你怎么能断了他读书的路？哼，爹，你怕是忘记了我当年是怎么被从学堂里叫回来的吧？既然家里连我娶媳妇的聘礼都出不起，那林传宗还读个蛋的书，明年他就12岁了，正是下地干活的好年纪，可别成天养在家里，浪费了一把好力气。林大山被说得哑口无言，气呼呼的就回了家。到家后，他二话不说就给了于丽一嘴巴。当家的，你干嘛打我？你这个毒妇，我林家就是因为你才家宅不宁。我为这个家辛苦操持，为你生了传宗，林白的亲事也找人说了，到底哪里不合当家的心意？当家的要动手打我！你这毒妇，给我闭嘴！要不是你林白，怎会跟我离了心？我还没死，你就挑唆长子跟我分家，你说说安的什么心？当家的，我连林白的面都没见到，到哪里去挑唆林白闹分家？哼，你是没跟林白说什么，你只是让王媒婆跟薛家人说，林白成亲后就让他们2口子分家单过。这话是我让王媒婆跟薛家说的，我不否认，可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好。我看你是为了你自己好。当家的，林白一个人在外面生活了那么多年，可有回来看过一眼？他对这个家本来就没什么感情，非得把他强行留在家里，那不是让他更恨我们吗？再说我只是个继母，媳妇娶进门我也不好管教，与其让大家都不自在，还不如让他们分家单过。你是不是非得让我掏出我祖传的如意棒才长记性？我就只是这么一说，要是林白成亲后愿意跟家里一起过，我还能把他们赶出去不成？林白说，如果不让他分家单过，林传宗这辈子就别想读书，你还愿意让他留在家里一起过吗？他凭什么不让我的传宗去读书？他凭什么？哼，就凭你当年不让他读书，所以现在他不让你儿子读书。当家的，以前的事是我做错了，可是传宗他不能不读书啊！传宗有出息了，我们林家才能扬眉吐气呀！我求求你了，当家的，为了传宗能去读书，你就同意让林白分家单过吧。就算分了家，他也还是你儿子，该孝敬你的他一样要孝敬，这是改变不了的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这点？分家和赶出家门可不一样。现在林白可以不理会我，但只要有分家契书在，就算分家了，林白也必须养我。如此一来，还能省下一笔聘礼钱。想到这，林大山心情大好。既然话已经说出去了，总不好让薛家说我们说话不算数，那就让他分家单过吧。紧接着，林白跟媒婆上薛家提亲的事轰动了整个白溪村，因为林白给出的聘礼除了5两银子以及必须的鱼、肉、布和糕点之外，还有一套纯银首饰，加起来足足花了近10两银子。白溪村这么多年，还从没有人给过这么高的聘礼。相比于薛香香收到的聘礼，薛如意收到的聘礼就很一般。虽然赵家给足了5两银子，但其他东西都是最便宜的，更别提首饰了。所以得知这件事的薛如意差点气了个半死。李招娣虽心里也嫉妒，但也只能先安抚薛如意。
聘礼多一点有什么用？谁不知道林白命命克亲，这种娶不上媳妇的人，也只有多花钱才能勉强说上薛香香这个名声不好的媳妇，哪里能跟你比？和你结亲的可是秀才家，赵学文自己也是读书人，明年下场考个秀才回来，你就是秀才娘子，日子可不比那只能嫁给命硬的泥腿子好10倍100倍。虽然话是这么说，可娘你看看那边的猖狂劲儿，这么多聘礼不是摆明了让我丢脸吗？赵学文是读书人，读书人清高，哪能总谈钱的事？赵家上门提亲的时候，该准备的都准备了，聘礼银子也给的足足的，不像有些人家只给1、2两银子的聘礼，这说明赵家看重你。可是赵家的聘礼没有准备首饰。说到这点，李招娣对赵家也非常不满意，可这话也只能藏在肚子里。这是除了薛家大房外，薛老太也气得想去找二房麻烦。好在薛老头又用出了他那招失传已久的物理入睡法，阻止了一场世纪大战。而林大山也没有食言，定下亲事后便答应林白的分家要求，请来了李正、